你们有没有那种喜欢过很久的东西，最后买到以后发现它好像跟自己预期中不一样？我当时开的那台是牧马人的卢比肯，它配的是一个 MT 的轮胎。这台车开起来是什么感受呢？底盘是硬邦邦，然后轮胎的噪音极大，开起来就有点像在开那种压路机。所以说此后我觉得这台车彻底解毒。但是没办法，我又喜欢那种硬盒子那种复古的外观，怎么办呢？所以说现在市面上就有这种方盒子造型，但是开起来又不会像硬派越野车那么难受的车。那今天就是这台深蓝的 G318带各位来体验一下。我觉得大多数男孩子没有办法拒绝这种方盒子外观的造型啊，但是这2年就很多车，它要么像奔驰 G， 要么像牧马人。我觉得 G318它的整体的外观原创度还是非常高的，就是你看着这台车，你不会觉得它像任何一台车，包括它的车头这种封闭式格栅，然后这个双 C 字的这个灯，还有这个车顶的探照灯，而且这个灯它居然是合法的，这个你敢信？然后再往后你看一下，就是它的这个从 A 柱、B 柱、C 柱、D 柱，它各个地方都看起来是硬朗当，但是它不会有任何一台雷同的车型，包括它的车头灯、车尾灯都是这种双 C 的造型，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而且包括它这个尾门，你拉开以后呢，它这个悬挂立马就降下来，方便你来拿取货物。而且关上门以后呢，它居然是有电吸的，关上门以后，这个悬挂就马上升起来。这个体验还可以哦。好，那坐进车内呢，它整体内饰我觉得跟它的外观还是挺契合的，都是这种方方正正的，看起来比较硬派，有棱有角。然后方向盘上面就是左边是自适应巡航，右边是你的多媒体，前面是一个全液晶仪表盘，中间呢是你的中控屏，然后下面就是保留了一些物理按键，主要来负责控制你的空调。这边是有一个无线充电，2个杯架，包括这个挡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很有那种游艇的挡感觉，往前往后 P 档。然后旁边这2个小的东西，我一开始还以为是按钮，实际上它是一个装饰啊。然后中间这个 ET System 就是它的一个全地形的一个驾驶模式调节，涉水，还有它的一个崎岖、沙地、泥地、雪地标准，特别是它这个涉水模式，看到没有？它还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涉水的深度，包括我们这个指南针还有车身的倾斜的角度。好，那现在我们就把这台深蓝 G318开起来。说实话，我觉得这台车虽然是非常硬核的方盒子外观，是开起来真的像城市 SUV， 甚至像这个轿车一样舒服。那其实我刚刚也说过，就是之前你像那种硬派的 SUV、硬派越野车，叫什么大 G 啊、什么牧马人，他们都是非承载车身，他们都有大梁，所以他们整个车的一个舒适性是根本没有办法去解决的。但是那些外观那确实好看，那怎么办呢？是不是？你要么说你有条件同时拥有这种不常用的这种硬派越野车，还有其他的能够每天舒服通勤的车，但是大部分人是没有这个条件的。你必须要有又有好看的外观，又要有能够日常驾驶的这种驾乘感受，是不是？而且这台车 G318它的一个整个车架的流转缸都是45000牛米每度以上，就这个数据，就它这个车架，你就算没有大梁，你去越野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说，我觉得这台车它是适合什么样的一些人呢？就是你大部分情况下你只有这个条件拥有一台车，但是你第二你又喜欢这种硬盒子的外观，然后第三呢你又没有办法去接受硬盒子外观它们这种大梁车架的这种震动那种非常不舒服的感受，然后第四呢你又觉得现在油费太贵，或者你又想要一个新能源的一车，那我觉得G318实际上就是把各种用户的需求都融合在一起。那我觉得其实这台车我个人觉得还是挺喜欢，就看它最后的一个价格了，对吧？